番茄呢刚栽上，就发现呢有白粉虱了。在夏季栽培这个番茄的时候最主要就是防治白粉虱那么所传播的一些病毒病。大家知道这个病毒病危害是特别重的，对减产是很严重的，因为它直接导致呢就是这个植株它这个长势就矮化另外呢这个叶片呢它会出现一个皱缩的一个情况展不开。所以说呢夏季栽培最主要的就是防止白粉虱传播所造成的一个病毒病。那么我们这个苗一旦栽上以后，建议咱们朋友们呢就要做好几个方面的一个准备工作。第一个，您比如说呢，咱们在大棚之内就要开始呢去挂这个黄板建议一个棚呢最少要挂出来45张左右这样的一个黄板。其次呢就是通风口包括这个大门都要给它设置一些这个防虫网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呢我们呢栽上苗以后呢就要去给它喷洒一些那么防治白粉虱的这个药了比如说像一些赛虫嗪、西定虫胺或者是茯苓虫酰胺这样的一些药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硫酸锌或者是螯合肽的锌肥都可以。再配上一些这个香菇多糖或者是盐酸马林瓜就要提前的去预防这个病毒病的产生了。希望呢对咱们朋友们呢有所帮助。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期我们又见面了。上一期呢我们是讲了关于这个地膜覆盖，那么这一期呢我们来继续来聊一聊地膜这一块就是地膜在覆盖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进行铺设呢？有些农户说就是在这个铺设地膜的时候最好呢这个根系周围呢给它拉开距离，一定要露出来也有一部分农户呢认为这个根系周围呢要给它覆盖严实要给它覆盖严实。首先我们要考虑就是说我们去盖这个地膜的作用，第一个呢是为了保温保湿，第二个就是说要防除一部分杂草，对不对？当然了，现在在这个8月底定植这一批呢，或者是赶9月初要定植这一批呢，由于温度还比较高，建议咱们朋友们呢，一旦这个苗缓过来以后，我们要铺设地膜的时候最好呢您连这个根系周围大家看到吗？连根系周围呢，最好呢是给它闭严实闭严实，这样子呢，太阳不管它是反射走一部分，那么地下的这个温度呢，它是发挥不出来的这样子呢就会对咱们这个根系周围呢。这个期害呢就会大大的一个降低了希望咱们朋友们呢看看自己有没有做错也欢迎咱们朋友们呢在评论下方呢去进行这个留言。朋友们大家好这期呢我们见面了上一期呢我们是分析了荆棘腐病几方面的原因，这期我想和咱们朋友们去聊一聊怎么样去防治这个荆棘腐病。第一个是调理这个水分或者是这个温度的一个调控之外呢如果说已经感染了这个荆棘腐病呢，建议咱们朋友们呢可以去选用这个灌根处理，可以去选用这个金甲磷然后峨眉霜，然后呢再去配合一些这个同质剂就是指的有机酮像这个赛菌酮或者是这个琥珀酸酮氯胺酮这样的一些同质剂然后呢去进行防治。为什么要配合这个同质剂去选用呢？因为咱们这个出现这个荆棘腐病的时候往往有时候也会伴随一部分这个细菌性的侵染所以说我们呢就是除了真菌性这个药配合之外呢，同时也要去配合一些细菌性的药害然后呢中间呢间隔7天时间，就是1周的时间，然后呢咱们再进行第2次灌根。那么第2次灌根呢，咱们就可以去选用一些甲双鄂美林然后呢去配合一些辛聚胺或者是氯溴一氢尿酸这样的一些药。当然了，最主要的咱们一定要去配合一些这个好的生根粉或者是生根剂去进行这样子呢咱们在灌根的时候建议呢每一穴
就是每一株啊最好呢灌出来100到150毫升啊这样的一个量。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啊，地膜呢在秋茬到底在什么时间去覆盖比较好的呢？因为我发现啊，有一部分农户呢就是在定制苗的时候呢，就是先覆膜然后再栽苗，也有一部分农户呢会选用先栽苗啊，等这个缓过来苗以后呢再进行覆膜。那么这两种方式呢，到底哪一种啊更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呢？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啊。第一个呢，咱们农户呢在栽苗之前去覆盖地膜，这个呢当然呢是比较省功夫的啊，省劲儿。那么也有一部分弊端，先给它挖窟窿，然后再栽苗呢，这样子呢相对这个根系周围漏土的空间呢就比较大啊。所以说呢，我们覆盖上地膜以后呢，再一浇水，再一蒸发啊，很容易啊这个热气啊会顺住咱们就是根系周围这个地膜口啊，然后会往上呢迅速的冲啊，会蒸发出来，对咱们这个苗呢会导致一个气害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咱们农户呢有时候就会发现啊，尤其是根系周围上部的这个叶片呢，会发现呢有时候会这个发黄干枯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受气害的影响。所以说建议咱们农户呢最好啊是栽苗之后，就是缓苗以后，温度呢有所下降的一个情况下呢，咱们呢再去开始覆盖地膜，这样子呢是比较合理的啊，比较合理的。朋友们大家好，这期我们又见面了啊。这段时间呢赶上这个雨季了，对不对？今年呢因为好多地方啊都已经受淹了啊，包括山东或者是河南一部分地方啊都已经出现这个涝灾了，甚至呢有一部分啊这个险情啊就是大棚里面全部进水，全部淹苗了。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先给咱们朋友们呢就是提出几点这个建议啊，尽可能啊就是在6个小时之内把这个水呢全部的给它排出去。第二个方面，我们赶快呢要看看咱们这个土层墙，看看有没有这个浸泡，这个有没有一个倒塌的一个危险啊，这个千万要注意。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咱们农户呢在使用抽水机啊往外抽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有这个触电这个危险要杜绝啊。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啊，把这个水全部排完以后，建议咱们朋友们呢迅速的啊再去浇一遍清水啊，再用清水呢来给它洗一遍。同时呢我们发现叶片呢，如果说这个覆裹的一部分这个泥浆比较厚的话呢，我们呢就要用这个清水呢赶快给它清理掉，这样子呢以防止这个叶片这个光合作用呢就是受到影响。如果说这个苗呢一旦被这个雨水啊就是浸泡过以后呢，真菌细菌有混合同时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在用药上啊尽可能的赶快呢去进行灌根的一个处理。那么我们在灌根上呢，真菌细菌啊一块上，您比如说甲双恶美林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葛菌精啊，然后呢再配合这个有机同质剂啊，您比如说像这个赛菌酮啊、酪氨酮啊，或者是这个琥珀酸酮啊这样的一部分这个有机同质剂啊去进行灌根处理，然后呢间隔个这个7到10天。然后呢，我们迅速的去灌第二遍，您可以选用比如说新菌胺或者是氯溴一氢尿酸，再去配合这个甲双恶美林啊，或者是恶美林。好了，本期呢就到这里吧，希望对咱们朋友们呢有所帮助啊。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一期呢我们又见面了。现在呢正好是处于咱们这个秋茬作物移栽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番茄在移栽之后咱们的一些主要的管理事项啊，也就是在缓苗期的时候啊。那么在缓苗期应该做好主要的几点。第一个呢，由于咱们呢如果是采用滴灌形式的这个呢还好一点啊。如果呢您是采用喷灌的或者是点水这样的一些措施呢，咱们在浇水的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一些土壤呢就是掩埋那么咱们这个番茄的茎基部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去扒开茎基部的话呢，很容易导致这个茎基腐这样的一些病害的发生。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呢，栽植过深的这样的一部分这个苗呢，茎基部的这个土壤呢要进行扒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是，不管您是经过闷棚还是没有经过闷棚，那么相对来讲低压害虫呢比较多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蝼蛄，对不对？所以说建议咱们农户啊，可以在傍晚6点左右，然后呢去使用，比如说5%的毒死皮颗粒剂。1亩地呢建议去使用到8到10斤这样的一个量，然后撒到呢根系的这个周围，以此呢来驱避一些蝼蛄的这个咬根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从定植苗第3天啊，咱们就要开始去灌根处理，提前的去预防茎基腐啊或者是一些土传的病害啊。那么呢建议咱们朋友们呢可以去使用金甲厄美林，然后呢再加上葛菌清，然后呢再配合像氯胺酮啊、赛菌酮啊这些呢都可以去进行灌根处理。建议呢是每一棵苗啊水量呢您最好灌到80毫升到100毫升，这样子呢就可以很好的预防那么苗期的这个病害了。好了，希望呢本期视频对咱们朋友们呢有所帮助。